最近，一段由在坦桑尼亚生活的中国人分享的视频，再次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。视频里，豆豆正在跟一位坦桑尼亚人学习当地语言。从画面来看，豆豆在认真模仿发音，对方则一句一句教他。乍一看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语言学习，但放在豆豆目前的生活背景下，这个画面就显得有些耐人寻味。因为很多网友很快注意到一个问题：豆豆现在并没有在上学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没有进入学校体系，却开始学习当地语言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、学语言本身很正常，但时间点很关键。首先要客观地说，学习语言本身并不奇怪。任何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生活，学习当地语言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尤其是孩子学习语言的速度往往比成年人更快，也更容易适应。所以如果只看学语言这件事儿，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但很多网友之所以会产生猜测，是因为时间点很特殊。豆豆来到坦桑尼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此前并没有看到系统学习当地语言的画面，而现在突然开始学习，并且看起来像是有意识的教学，这就让很多人开始思考，这是不是某种长期安排的一部分？二、如果只是短期停留，通常不会特意学当地语言。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来分析，如果只是短期居住，比如几个月、半年、一段过渡期，那么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往往是让孩子维持原来的语言环境，或者简单适应日常交流。但如果开始系统学习当地语言，往往意味着一件事：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在这里生活。尤其是在孩子成长阶段，语言往往和教育体系直接相关，因为在大多数国家，上学的第一门槛就是语言。三、很多网友开始联想到一个可能性：当地上学。因此，评论区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多被提到的猜测：豆豆是不是要在坦桑尼亚上学？这个猜测并不是毫无根据。如果孩子未来要进入当地学校，那么提前学习语言是非常常见的准备步骤，尤其是在小学阶段，语言能力几乎决定了孩子能否适应课堂。所以从逻辑上看，学语言、适应环境、进入学校，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路径。当然，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官方确认，这依然只是基于现象的推测。四、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背后的安排很可能来自一个人。在现有信息中，大多数网友认为，如果这是一个长期安排，那么最可能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就是菲利斯塔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在目前的生活结构中，豆豆主要跟随他在坦桑尼亚生活，因此日常安排、生活节奏、教育规划大概率都需要他来决定。所以很多人会自然地把学习语言理解为一种安排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推测。五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只是生活适应。为了保持理性，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可能只是为了生活适应。语言不仅仅用于上学，也用于日常生活，与邻居交流，与当地朋友沟通，适应环境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能够听懂周围人在说什么，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。因此，学习当地语言也可能只是为了减少陌生感。六、目前真正让人困惑的其实是教育问题。相比语言学习，很多网友更关心的其实是另一件事：豆豆目前是否在接受系统教育？这是很多讨论的核心。因为孩子成长阶段，教育节奏非常关键。如果长期处在不上学、没有固定学习体系这样的状态，对成长可能会产生影响。而语言学习如果只是零散教学，很难替代完整教育体系。七、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引起这么多关注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大家关注的不只是一个孩子学语言，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：豆豆未来的生活轨迹会在哪里？是在坦桑尼亚长期生活，还是未来回到中国？语言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如果一个孩子开始深度融入某种语言环境，那么通常意味着未来生活重心可能会在那里。八、现实中跨国家庭经常面临这种选择。其实，这种情况在跨国家庭中并不少见。父母来自不同国家，孩子成长过程中往往要面对在哪个国家生活，在哪个体系上学，使用哪种语言为主。这些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答案，但每一种选择都会影响孩子未来很多年。九、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阶段。从目前所有公开画面来看，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。语言学习也许刚刚开始，教育安排也许仍在规划，很多决定可能还没有最终确定，
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孩子正在逐渐适应新的环境。结语，语言只是表象，未来才是核心。当大家看到豆豆学习坦桑尼亚语时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几句发音，而是背后的问题。豆豆未来会在哪里成长？是继续在坦桑尼亚生活，进入当地教育体系，还是未来某个时间回到中国，重新适应另一种环境？现在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语言是一个信号，而孩子的未来远比一门语言更重要。